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红豆的黄金糕。这款美食的名字是老爸自己取的，而且这款美食制作相对比较简单，既可以给宝宝当辅食补充营养，又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长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款老爸给它命名的黄金豆沙糕是怎么来做的。首先我们准备250克的红小豆，把它放在一个盆中洗干净，然后浸泡6个小时。浸泡6个小时以后，我们把它放在锅中，就像之前在做绿豆糕一样，把红豆给它煮熟，全部都已经开花，就像一锅粥。然后取一个筛子，把红豆筛出来，放在一个盆中。筛除了多余的水分之后，我们用一个搅拌棒，或者是破壁机，或者是一个搅拌机，或者是用铲子，把这个红豆给它打成红豆酱。几分钟过后，红豆已经打得特别的细腻，但是呢，现在还特别的粘稠。这个时候起锅，小火预热锅，锅中加入50克的油，色拉油、玉米油都可以。如果不想着吃这么多的油，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点。倒入油之后，立马把刚才搅好的豆沙馅儿给它全部倒入进去，翻炒到这个油和馅儿全部混合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砂糖。视频中是加入了50克的白砂糖。白砂糖的话，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稍微细一点的。豆沙馅儿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特别的柔软。这个时候，我们的豆沙馅儿就已经炒好了，盛在一个盆中放凉。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儿。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准备40克的糯米粉。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熟的糯米粉，所以说我们要在烤箱或者炒锅中把它给弄熟。炒锅中直接慢火翻炒，烤箱中上下火170度烤至微微发黄，拿出来给它放凉。接下来我们取40克的黄油。这个黄油我们要用动物黄油，这个黄油可以直接食用。黄油中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相应的糖粉。视频中是加入了40克的糖粉，混合的特别均匀之后可以再加入一点点的食用盐，用来增加口味，大约也就有1克。简单搅拌一下之后我们取来5个鸡蛋黄。为了让这个口感更加细腻，这个鸡蛋黄需要过筛一下。过筛好的鸡蛋黄做出来的馅入口即化。鸡蛋黄过筛完，所有的材料混合的特别均匀以后，我们就取来刚才准备好的熟的糯米粉。糯米粉全部倒入进去，然后接着搅拌，搅拌成这种柔软金黄色特别均匀的馅料以后，所有的材料到这里就准备完毕了。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豆沙馅，再取来少许的熟的白芝麻，可以直接在超市买到熟的白芝麻，非常的方便。取来一个一次性手套，老爸一般习惯性是用左手去制作，所以套在了左手上。这款糕点的大小无所谓，包好了就可以直接去吃。一般红豆都是用来制作馅料的，这次红豆把它做成皮儿，把馅包在红豆当中。2种材料都特别的软，这样戴了一次性的手套就不会粘得满手都是。包好之后滚上一圈白芝麻。还记得之前老爸做的凤梨酥吗？还是那款凤梨酥的模具。把包好的红豆酥放进去，按压成型。在这个月的下旬老爸会连续更新6期制作月饼的视频。月饼是老爸做了一辈子的美食，天南海北各种口味尽在老爸的时光。我们刚才制作的馅料现在已经用完了，出了10块。这个剩余的豆沙可以制作老爸之前发布过的很多的美食。做好的这款豆沙糕有营养而且松软，糖和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添加，适合上了年纪的长辈还有小宝宝。好了，今天这款自命名的黄金豆沙糕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请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